如果莫里森政府倒台，中澳关系就能快速缓和吗？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说了大实话。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澳关系陷入僵局的当下，澳大利亚的大选会不会成为解决两国关系的契机呢？恐怕很多人都会这么想。澳大利亚将于今年的5月份举行大选，被称为反华急先锋的莫里森现在形势不大妙。那么，一旦反对党工党上台，会如何处理中澳关系呢？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近日说了大实话。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来，我们可以放弃幻想了。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领袖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表示，他所领导的中间偏左的政党工党能够在近10年来首次赢得选举，实现政府更迭。但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并不会简单的被改变，两国关系仍然将很艰难。阿尔巴尼斯并没有过多的责怪前任的莫里森政府，声称澳大利亚没变，反而是指责中国改变了姿态，也就是将中澳两国困局的责任甩锅给了中国。他甚至指责中国好战，因此澳大利亚竞选中的两党对华政策恐怕不会有大的改变。阿尔巴尼斯表示，可能执政的工党政府将以成熟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不会为了表明国内政治观点而进行挑衅。工党组建的政府，其外交政策的3大支柱将是澳美联盟与地区伙伴间的接触，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体系。那么问题来了，澳大利亚工党为什么对中澳关系如此悲观？中澳关系还有可能再次重启吗？首先，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澳大利亚反华的最根本原因是美国，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美澳联盟。只要美国保持对华竞争或者是敌对的态度，那么澳大利亚就难以自主改变对华友好的关系。这不是莫里森的问题，而是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所决定的。澳大利亚一边想从中国挣钱，一边又在安全问题上依赖美国，这不是工党一党所能改变的。其次，美国控制的智库已经成功的对澳大利亚社会进行了洗脑，反华和挑衅中国正在成为澳大利亚政坛的政治正确。美国控制盟友的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控制对方的智库和媒体，这一招在澳大利亚相当成功。现在，澳大利亚人以为中澳关系紧张的主要责任不是莫里森，而是中国，觉得中国在欺负或者是胁迫澳大利亚，因此工党上台后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澳大利亚的舆论氛围和外交政策。最后中澳关系可能不会全面重启，但是也可能软着陆。我们要注意阿尔巴尼斯的表态中的将以成熟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这其实就是中澳关系缓和的一个契机。中国要的根本就不是澳大利亚服软，而是澳大利亚能够尊重自己最大的客户，不要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上跟着美国跑，冲在前面来挑衅中国。澳大利亚工党完全可以像新西兰一样，一边当美国的盟友，一边与中国保持良好的经贸关系，其前提是不要再挑衅中国了。当然，两国关系的缓和最重要的干扰因素还是中美关系。如果美国继续采取与中国激烈对抗的策略，那么澳大利亚恐怕也就没有什么退路可选。反之，澳大利亚完全有可能借机改善中澳的关系。毕竟，导致中澳关系紧张的根子在美国，以及某些澳大利亚政客不尊重中国，这对澳方来讲其实是很容易改正的错误。就看未来有可能执政的澳大利亚工党作何选择了。
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